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最终还是倒在了血泊之中。师弟！另一名道长见状，当即大喊一声，同时一阵金光自体表升腾而出，将他包裹在里面。所有人都被突然动手的白起给惊住，他们想不明白，刚刚明明还在共同斩杀诡异，如今怎么就倒戈相向，将剑指向他们了？道友，有话好好说，若两位道长真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人，大家都可以商量。夏维州还在劝阻，然而白起宛如没听见一样，他心里只有一个命令，那就是诛杀遇到的所有诡异与道士术士之人。夏家主，勿要再劝阻了，此人就是奔着贫道而来的，况且他杀了我师弟，若不将他带回龙虎山，恐怕不好向师父交代。另一名道长沉声开口，他自然也从白起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杀意，若没有抱着必杀的决念，是无法凝聚如此实质性的杀意的。这时白起缓缓开口道：今日尔等都将死。白起在冷声道了一句后，身形再度移动，朝着那浑身散发着金光的道长袭去。当这一剑刺在金光之上，道长脸色猛然一变，因为他清楚地见到自己的金光咒竟然在被对方一点点腐蚀。就在白起的剑即将穿透金光咒时，一道蓝色的拳印顿时从旁侧袭来，白起身形一侧，连忙避开，这也给了那道长喘息的机会，连忙后撤与白起拉开距离。夏家所有人听令，助道长拿下此人。夏维州朗声开口，双手散发的蓝光要比其余夏家成员更加浑厚，刚刚便是他解的围，因为夏维州明白，若龙虎山的两位道长今日皆死在了这里，自己夏家定给不了龙虎山一个交代，那你们便替他先死吧。白起话音落下，直接调转方向，决定先将这群夏家人解决。大家小心，他的剑很诡异。道长连忙提醒，然而已经晚了，率先冲上去的那一批夏家成员，仅一个照面便全部被白起一剑封喉，甚至都未曾碰到对方一下。如此杀我夏家之人，拿命来！三长老一步窜出，手中运转如意镜，顿时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崩坏之力。白起见状，淡漠瞥了一眼，下一刻只见他随手甩出一道凌厉剑气，空间仿佛都被切开，剑气与崩坏之力顿时碰撞在一起，整个地面顿时一阵颤抖。就在夏家众人暗自松口气，认为白起也不是对付不了时，剑气穿透崩坏之力，如同热刀切黄油般毫不费力。三长老只觉眼前一花，便见那凌厉剑气直逼自己而来，他心中大骇，想要躲避，但已经来不及了。剑气洞穿了三长老的胸膛，鲜血顿时喷溅而出。三长老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夏家众人见状，纷纷惊呼出声。在一剑解决夏家三长老后，白起没有停歇，再度直奔那夏家家主而去。与此同时，那道长来到夏维州身边，夏家主贫道与你一同出手。好！夏维州大喝一声，两人同时身形一动，分别以两侧朝着白起所在方向冲去。杨五雷随着道长猛然一声大喝，一道碗口般粗的雷电之力顿时从他手中打出，如一头择人而噬的猛兽，直奔白起而去。而夏维州这边也同样不再藏拙，施展出自己如意镜的最强一击，两人一左一右形成夹击之势，但白起依旧淡定如常，似乎对于二人的出手丝毫没放在心上。直到两人的攻击即将快要临近时，白起周身突然掀起一阵寒冷刺骨的阴风，随即他将手中长剑直直插入地底，一股股阴煞之气顿时从底下顺着剑身直上，不断的汇集没入白起体内。与此同时，在阴风呼啸下，白起周身再度凝聚一个恐怖磁场。杨五雷与如意镜在进入磁场范围后，仿佛都受到了影响，甚至速度都慢了下来。这一幕让夏维州与那道长脸色皆是一变，同时在心里暗道一声不好。下一刻，只见一道携带着无数骷髅鬼魂的剑气自白起手中斩出，凄厉的哀嚎声在这片天地间回荡，仿佛有无数的冤魂在哭诉。夏维州和道长见状，脸色大变，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其中蕴含的阴煞之气令人心悸。快退！夏维州和道长几乎同时大喝一声，身形急速后退。然而那剑气速度极快，仿佛穿越了空间一般，瞬间便追上了他们。仅顷刻间，那道阴森邪恶剑气便将二人吞没。夏家其余成员见状，连忙露出一副担忧神色，但下一刻他们脸上的担忧就转变成了惊骇，一个血淋淋的人头从中滚落了出来，正是他们家主的。随之那道长的身形也显露了出来，只是下场比他们的家主还要更加惨烈，整个左半边身子全然消失不见，完全没了生机，整个现场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夏家众人的惊呼声和倒吸凉气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他们望着眼前这恐怖的一幕，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白起缓缓抬起眸子，看向场地上的夏家众人，本君说了，今日尔等都得死。说罢，白起便提着长剑继续开始屠杀起来。10分钟后，场面上仅剩下一地尸体，不曾留下一个活口。在解决完所有人后，白起才心满意足离开。堂堂名震天下的4大家族之一，如今就这样被白起屠了个满门，一场腥风血雨注定即将在龙国掀起。另一边，在骊山皇陵内，我看着系统账户里的尸气值，很是满意。短短半日不到，白起便为我收集了整整3万尸气值。若按照击杀一只诡异获得3点来算，这得是屠杀了多少诡异才能达到的？当然，只有普通的诡异才是3点，越是强大的诡异或者人类，击杀所获得的尸气值便越多。接着我又扫了一眼解破封印的进度，随着3万尸气入账，已经来到了5%，也就是说大概还需要45万左右的尸气，我便能打破天道对自己的封印。但那时自然就是自己出关之日。至于尸气值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在系统商城中兑换物品。简单查看了一番，3万尸气值正好可以再复苏2名大秦武将。这一次我决定复苏武成侯王翦与通武侯王奔2父子。恭喜宿主成功兑换王翦王奔尸身，请选择投放地点。虚拟地图面板赫然出现，看着地图上的各个城市点，如今魔都已有了白起，自然不必再让他们去到魔都。接着我选择将王翦2人投放至金海城，这里乃龙国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个城市，在全球异变后化身成诡异的数量自然也不在少数，想必足够王翦2父子屠戮。不过就在我
我准备退出系统时，我突然看到了令人有趣的一点，那就是从之前获取的湿气值来源中，竟发现了差不多有2000点是来自2位龙虎山的道士，这就有些意思了。毕竟在镇压自己这群老东西里，可是有着龙虎山老祖，不知那张老道见自己的后代已有死在自己手中时，会是怎样一副表现？与此同时，棺椁外，张道陵的那具枯骨内突然飘出一道灵身，他一脸眉头紧锁地望向灵室中央的那口青铜棺椁，不知为何就在刚刚，他竟从棺椁内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准确来说是与自己身上流转的大道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最终，张道陵摇了摇头，认为或许是出现了一丝幻觉，毕竟祖龙依旧被他们镇压在棺椁内，自然不可能去左右外界局势。凌晨6点，金海城原本一处繁华热闹的街道上，如今因为5个小时前世界突然的异变，导致这里已然成了一片破败之地。突然，2道身影腾空而现，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这片街道上。2人穿着同样款式的秦氏将军铠，腰间分别别着一把形态不一的青铜长剑。王简简单扫视了四周一眼，旋即便面无表情地带着王奔离去。从出现到离开，2人未曾说过一句话，在他们心中只有任务可言。与此同时，龙虎山天师府外，今夜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其中为首的乃一个戴着眼镜的精致青年男人，他们都是上面的人，而其中为首的那青年男子名为陈星河，乃整个华中地区的总负责人。就在这时，一名龙虎山道士突然从天师府内走了出来，他扫了众人一眼，师傅说你们来的人太多了。陈星河闻言不由浅浅一笑，自然明白老天师何意，他当即回首朝着众人示意一声，你们就在这等我。道长见状不由点着头，随我来吧。接着陈星河便随着那道士一同进入了天师府。进入府内，陈星河便见到了老天师的身影，他连忙拱手抱拳，这么晚了来我龙虎山，说吧什么事？老天师缓缓开口。陈星河闻言当即脸色也变得严肃了起来，老天师可知4大家族之一的夏家就在3个小时前被灭门了。此言一出，老天师也不由微微一怔，整个龙国4大家族分别为楚家、王家、苏家和夏家，其中夏家的底蕴实力虽然在4大家族里面算是垫底的存在，但也绝不是任由拿捏的软柿子，毕竟他们夏家的如意镜乃他们的独门绝学，在整个龙国内都有着一定的分量。为何被灭？老天师问道。陈星河没有回应，而是从怀里掏出手机，将一条视频打开并播放起来。视频中正是夏家与白起决战的全过程。随着视频播放结束，陈星河将手机收起，只是他隐约感觉到府内此刻莫名生出了一股恐怖寒芒气息，而老天师的脸此刻更是无比阴沉。见气氛不太对劲，陈星河连忙开口道，老天师，我来便是想询问您，视频里的那个人您是否认识，或者说龙虎山之前可有仇人？这声音顿时将老天师拉了回来，他的脸色也瞬间恢复如常，接着看向陈星河摇头道，不认识，龙虎山一向不与人结仇。听着老天师的话，陈星河顿时陷入了沉思，若按照老天师所言，龙虎山在外面没仇人的话，那为何视频里的那道身影在见到那2名龙虎山弟子后，释放出了一副那般恐怖的杀意？可又转念一想，如今这个世界，谁人不知老天师实力天下无双，胆敢与龙虎山为敌，一般人还真干不出来这事。片刻后，老天师突然想到了什么，再看看视频。陈星河见状，以为是老天师想起了什么，连忙将手机递给了他。老天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眼睛都未曾眨一下。终于当视频过半，也就是那身影解决完诡异后，随着夏维洲询问一声，那身影便自报了家门，武安君白起。同时陈星河也注意到了这点，顿时瞪大眼珠子，死死盯着屏幕。由于这个画面仅一瞬间，之前他并未注意到白起不是已经死了2000多年了吗？陈星河连忙说道。然而老天师则没有回话，他的目光则死死凝视在白起身上。老天师，难道还有什么发现吗？见状，陈星河继续询问道。老天师指了指屏幕上的白起，你觉得他是人吗？突如其来的疑问让陈星河顿时愣住。从他帮助夏家斩杀那些诡异来看，他应该是人。老天师闻言，旋即将手机还给了陈星河，而陈星河似乎看出了老天师的想法，当即开口道，视频中这人上面下达了命令，要活的，这件事烦请老天师给我们一点时间。老天师没有回应，而是淡淡瞥了他一眼，随即轻喊一声，鹤立，送客。是，师傅。陈星河便站起身来，朝着老天师躬身行了一礼。老天师，这件事您放心，上面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说罢，陈星河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今日他来龙虎山，正是为了求证龙虎山是否在外有仇家。若是因为2家仇视导致夏家被灭门，不管如何都要给出一个交代。相反，若不是因为仇视，那他们更要调查清楚视频中那人为何为了2名龙虎山弟子，竟灭了整个夏家。这事一旦传出去，在整个龙国都恐将掀起一阵惊涛骇浪。在陈星河带着自己的人离开龙虎山后，老天师张全度召集了整个龙虎山弟子，通知自己决定下山一趟。众弟子的脸色顿时变化起来，因为他们都清楚，如今的外界即便称之为末世也丝毫不过，而他们的师傅却决定在这个时候下山。但凡发生点变故，那他们龙虎山以后又该怎么办？面对众人劝阻，老天师面色决然，完全没有改变想法的可能。其他人不知，但在他心里却明白，天下恐将有大事发生。而他之所以知晓，正是因为他乃龙虎山第123代天师，每一代天师临终前都会将自身对这片世间所领悟的修行天机传给下一任天师，俗称天师度。到了他张全度这里，也就说整整继承了123位历代天师毕生所悟，包括正一道祖天师张道陵。而祖天师张道陵传承下来的天师度，可谓是整个天师度里面最重要且最不能泄露的，甚至关乎到他们龙虎山生死存亡，那就是凡修行境界踏入天人，便要前往骊山皇陵，镇压一位被天道视为足以祸乱天下的邪祟之人。虽然历代天师度里面都未曾说皇陵里那位邪祟之人究竟是谁，但张全度并不傻，骊山皇陵乃2000年前所建，而那个时候天下正是被秦朝所统治的时候。
如今世界发生异变，一位自称白起的家伙又神秘突然出现，这让张全度实在不难去想，是不是与那位邪祟之人有关？所以这次下山，他有2件事要处理：一将自己那2位弟子的尸骨带回龙虎山；二便是去骊山看看黄陵是否在经历这次异变后突发了什么异况。最终老天师决定带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张鹤立一同下山。另一边，龙国上都城某一间会议厅内，几道身影正围坐在其中，在他们面前分别竖立着一块巨大屏幕，陈星河正给众人汇报着什么。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老天师也不曾见过那人。这时其中一名白发老者开口，既然不是龙虎山的仇人，或许此人与那2名道士单独有什么过节也说不准，唯有将其抓回来审讯一番，恐怕才能知晓实情了。话音刚落，旁边一名短发女子便说道：“那家伙一人便能灭了整个夏家，实力恐怕已经超过了在座的我们，真要动手，恐怕将伤亡无数。”白发老者闻言当即回应：“那你说怎么办？夏家不管怎么说，好歹也是4大家族之一，如今外界各大家族以及那些门派可都关注着这件事。”就在2人争论之际，坐在最中央的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开口打断了他们：“诸位，当下并不是争议时间，我建议国恨家仇先放一边，我们首当要做的是如何将那些诡异消灭。”此话一出，白发老者与短发女子顿时便沉默不语起。接着中年男子望向屏幕上的陈星河，继续说道：“小陈啊，你身为华中地区总负责人，如今夏家在你管理的地盘上出了事，这件事便交给你了。”陈星河闻言当即挠了挠头。中年男子见状质疑一声，陈星河连忙改口：“诸位董事长，这件事便交给我吧。”中年男子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又提醒了一声：“一会儿会议结束后，我会将你在华中地区的权限提到最高。”陈星河一听，心头顿时一震，连忙拍着胸脯道：“放心吧，诸位董事长。”说罢，通话视频便挂断了。而与此同时，龙虎山脚下，陈星河扶了扶眼镜框，接着转身看向身后众人：“你们几人下来盯着这龙虎山，若那老天师有任何行动，立刻向我汇报，其余人则随我回去，务必要在最短时间将灭了夏家的那人找出来。”与此同时，在金海城，王翦与王奔已不知屠杀了多少诡异，2人就像无情的杀戮机器。然而就在2人刚准备离开前往下一片区域时，一辆全副武装的装甲车赫然出现在了2人前方，似乎是见到2人后，7、8道身影顿时从装甲车上走了下来。“你们2个在这里干什么？”其中一人更是开口大喝问道。王奔回首淡淡瞥了一眼，完全没打算理会。可这群士兵却不乐意了，他们就是奉命来解救被困民众，如今好不容易在街道上见到了活人，在面对自己的关心问候下，竟然鸟都不鸟他们。刚刚开口那人立马举起手中步枪走了上去：“站住！再不站住，我可就要开枪了！”然而待到这群士兵临近后，却发现在2人周围的地面上有着数十具诡异的尸体，这都是你们杀的？王翦2人依旧没有回应。若不是陛下下达了命令，寻常普通人不必痛下杀手，不然刚刚在他们说话间，便与地上这些诡异没区别。你们2个是不会说话吗？见2人始终不愿开口，其中一士兵举起枪道：“不配合，小心请你吃花生米。”王奔目光缓缓扫了一眼，下一刻未等众人反应过来，一道寒芒剑气赫然从王奔手里席卷而出，那士兵手里的步枪应声成了2半，就连其额头正中央也出现了一道血痕。紧接着只见那名士兵的身躯一分为2，待周围士兵反应过来，刚准备举枪射击时，王奔已再度出手，电光火石间士兵们便相继应声倒地。在解决完这群士兵后，王氏2父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仿佛刚刚一切没发生一样，继续去搜寻其诡异来。与此同时，骊山皇陵棺椁内，看着系统账户里的尸气值飞速增加着，我便无比的心满意足。王氏2父子收集尸气值的效率可丝毫不比那白起慢啊，简直就是先天打工圣体。不过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一丝奇异波动从棺椁外透了进来，当即怒哼一声，萦绕在其周身的噬魔龙气顿时幻化成3条黑色魔龙一拥而上，将那股奇异波动应声撕碎并生吞。而张道陵感受着自己刚刚释放出的那一丝神识，瞬间被一股更加狂暴恐怖的力量吞噬，他脸色不由猛然一变：“张老道，你还是这么的不安分？”我那威严霸气的声音突然从棺椁内传出，而张道陵也并未否认：“为何贫道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我道家弟子才有的气息？你到底做了什么？”面对张道陵的询问，我轻描淡写的回应着：“没做什么，朕只不过宰了你龙虎山2名后代罢了。”此话一出，张道陵的脸色顿时更加难看。不可能，他当即一口回绝：“毕竟我的本体如今可依旧被牢牢镇压封印在这皇陵里，又如何杀自己龙虎山后代？显然是为了乱自己道心，虎口编造的谎话罢了。”2人的对话顿时惊醒了其余3人，纷纷释放出那虚无缥缈的灵体。自上次加固封印后，他们的时日便已无多了。老东西们，你们以为将朕困在这皇陵之中，便能永保天下太平吗？真是愚昧至极！随着我的话音落下，整个皇陵仿佛都颤抖了起来。被一同封印在皇陵内的那100万大秦将士的尸骸，在这一刻仿佛将要复苏。那些尸骸在黑暗中若隐若现，散发出悠悠的光芒，他们的铠甲和武器上都沾染着岁月的痕迹，但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锋利与威猛。皇陵深处一股股强大的气息开始涌动，那是被封印了1000年的怨念与战意。诸君勿躁，大劫已至，朕很快就会复苏，朕将再次带领你们一统世界。